王爷，王妃死了。喂狗吧，物尽其用。是。啊，什么玩意儿？喂狗？这诈尸了！小哥哥好狠的心呐，竟然舍得把我这么美的女人喂狗，那也得问我老娘同不同意啊！云南月，你莫要伤害王爷。云南月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怎么办啊？小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害得姐姐都动了恻隐之心呢。乖，告诉姐姐你的目的，姐姐保证不杀你。敢用刀指着本王的人，爱妃你是第一个。爱妃？姐姐可没时间跟你玩角色扮演，若是3个数之后不说实话，姐姐可是会杀了你哦。可惜了这张长在他审美点上的脸了，若不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他一定和这美男好好聊聊人生啊。3、2，唉，可怜的小哥哥，下一世别遇见我。好疼啊！像是无数冰冷的银针生猛地戳着他的大脑，而脑海中更是有着一幕幕不属于他的陌生记忆疯狂地涌入，不可言喻的嗡鸣震痛着他每一寸的神经。是谁？是谁在我耳边说话？好疼啊！原来我在现代真的死了，为了救那个倒霉孩子中弹坠海身亡。唉，可能是上天怜悯我死前做了一件好事儿，这才让我的灵魂穿越到这异时空古代。一个胆小懦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渣爹不亲的云相府嫡女，一个成婚当晚就被夫君弄死了的可怜女子。哼，我靠，这狗血的18禁穿越！爹，给个活下去的机会嘛！本王若是不想给爱妃这个机会，爱妃要对本王说什么？哼，说什么？我还能说恭喜发财吗？相府嫡女云南月妄想盗取叶王府珍宝，伺机行凶，即日起送入18楼狱，没有本王命令，不得踏足都城半步。是王爷。好歹暂时是不会死了。哎呀，我先睡一觉吧。这18楼狱是个什么地方呢？世人皆知，这18楼狱里关押着无数的恶徒，那是修罗恶鬼遍地。5年后，幽冥河畔水森森，18楼狱万鬼嚎。再见，欧阳爷爷、白爷爷、江叔叔，我们和杨七友上完水后一定会回来的。这儿啊，就是那恶罗遍布，汇集了天下间无数大奸大恶之人，生人莫近，恶鬼难出的18楼狱。可是此时呢，这孤岛的港口，恶人们是欢聚一堂，难掩泪水，挥手说拜拜。只见那人群中有人拉着长长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祝云南月、云岩、云叶、云星辰母子一路走好。人群中呢，更是有人眼含热泪，是痛哭流涕，嘴里喃喃着不舍的道别之语。终于滚蛋了，他们母子4人就是恶魔，是混蛋，是畜生。是啊，5年来咱们18楼狱的老少爷们谁没遭过毒手？老天爷开眼，可他娘的走了。娘亲，你看欧阳爷爷他们哭得好惨，好舍不得咱们呢。当然不舍了，小星星昨天才把你欧阳爷爷珍藏17年的9味鲨鱼，前天把你白爷爷的天元宝典叠了飞机，大前天把你江叔叔的无双剑匣烧了火。云南月一桩桩一件件数着自家闺女干的好事儿。当然了，不止小星星一个，还有俩宝贝儿子呢。自从仨孩子能走能跳，那是把18楼狱是上上下下霍霍个遍呢。所以嘞，这18楼狱的全体老少，那是有一个算一个，纷纷是慷慨解囊，集资筹钱，把他们几个送走。娘亲亲，我们是要去找爹爹吗？
江叔叔说爹爹是叶北国的一个王爷。王爷，卑职有要事禀报。进来。禀王爷，幽冥河18楼狱发生暴动，不少恶人趁机逃离。据探子来报，已经证实云南月踏入叶北国境内，怕是1个月后便会抵达京都，寻王爷报仇。他不明白18楼狱那种恶罗遍地、十死无生的地方，这云南月是怎么活下来的？卑职这就去处理了他。不需要，云南月，本王等着你。娘亲亲，娘亲亲就告诉我们爹爹是谁，好不好嘛？娘亲亲最好了。等到了岸上，你们想要几个爹爹，娘亲就给你们找几个爹爹。乖，娘亲给你们做饭去。还是没问出来，我卖萌了也没用。可每每提到爹爹的问题，娘亲总是不告诉他那个渣男的名字。叶北国有4个王爷，届时挨个问一遍就是了。找到后，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好苦恼呀！咱们的渣爹爹到底是谁呀？江叔叔说，爹爹是个大渣男，不仅伤害了娘亲，还将娘亲流放到18楼狱自生自灭。娘亲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凡伤害娘亲亲的人都是大坏蛋，渣男爹爹也是。要不我们花钱找个车夫吧？娘亲亲又要照顾我们，又要驾车赶路，我心疼的紧。算一算，这离开18楼狱有1个多月了。本来早就应该到叶北国的都城吃香的喝辣的揍渣爹了，可结果呢？我是真的心疼娘亲亲。只要有娘亲在，百事无忧，万事不愁。出发！娘亲，路走反啦！按照他娘这种走法，那10年8年也到不了叶北国的都城啊。我们的旅途是星辰大海。驾！这他妈是在古代封建社会啊！我有卫星，我有导航，我有可爱的小天使跟你说，前方100米左转。没有想到啊，大名鼎鼎的陆家大公子会死在我们手中，上天对我们兄弟3人不薄啊！大哥，别和他废话了，剁了他的人头去领赏，咱们后半辈子可就吃喝不愁了。我去，劫匪！大哥，等一下，看来了辆马车。陆家大公子的性命不急着取，不如咱们先结个色爽爽如何？这俗话说得好，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作奸犯科时。这娘们儿长得可真漂亮啊，就跟天仙下凡似的。你瞧瞧那眼睛，真是勾住了爷我心尖尖里去。大哥你先上，我和3弟帮你抓着他，等大哥爽完我们再来。凭啥每次都是大哥先来？是我先看上小娘们儿的，当然是我第一个上她。我不管，我已经好几天没摸娘们儿了。你们哥3个也是闲的，找死也不必这么刻意送人头吧？娘亲亲，他还活着，我们救救他好不好？臭娘们儿，想让你女儿活着，就把咱们哥几个伺候好了，要不然……胖叔叔，你放开我好不好呀？我要去救那个叔叔呀！救人？也不瞧瞧你长得跟个矮萝卜成精似的，还救人？信不信我先把你宰了炖萝卜汤啊！矮萝卜成精？人家明明是高高个，你是坏人，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你是坏叔叔。他一边哭一边从身边的小挎包里掏出一把5颜6色的毒药来。人家才不是矮萝卜精，人家不要当矮萝卜精，人家是高高个。小胖手从小挎包里拿着药粉，不要钱似的就向这胖老大撒过去。被毒翻了的庞然大物倒地不起，更是生死不知了。娘亲亲，
他说我是爱萝卜。哎呀，乖乖不哭啊！我们家小星星是天下间最可爱的女孩子，又漂亮又可爱，又是个高高个儿，才不是什么矮萝卜成精、煤气罐成精呢。娘亲亲，我们救救那个叔叔好不好嘛？他真的好可怜。好，娘亲救他便是。我们出门在外，不比18楼狱，咱们别见什么捡什么。万一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要怎么办呢？娘亲亲，还有比18楼狱更十恶不赦的人吗？这个嘛。叶北国边境城市灵峰城客栈，你们乖乖的待着，不准乱跑。娘亲去买些日常用品就回来。知道了，娘亲。我要吃糖葫芦。娘亲虽然是路痴，但是可以避开前往叶北国都城的路。所以说，三妹昨晚上救了那个男人，目的便是让他代替娘亲驾车去往叶北国都城。聪明，但问题是，那个男人若是不同意，该怎么办呀？这18楼狱在叶北国境外的幽冥河，是一处四面环河的孤岛。想要彻底的离开，唯有从叶北边境的城市灵峰城穿过，去往七国各地。以娘亲的性格呢，定会在采买之后毫不犹豫地离开叶北国，去明南国也好，去龙溪国也罢。总之一旦离开了这儿，他们就很难去都城找到他那个渣爹了。多谢几位小友昨日相救，等到都城之后，陆某必定重谢。刚才听你说要去都城？是，在下叶北国陆家陆泽谦，此次行商遭人算计落了难，若非几位小友相救，怕是早已尸骨无存了。真正救了你的是我娘亲亲，没有我娘亲亲彻夜守着陆叔叔，怕是早就发生不幸的事情了。所以陆叔叔介不介意以身相许，做我们的二爹爹？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陆泽谦有些茫然。小友何意？是这样的，我娘亲云南月人长得非常漂亮，厨艺好，武艺高，是个能文能武能骂人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奇女子。但是人无完人嘛，我娘亲唯一的缺点就是路痴。对啦，二爹爹成家了吗？陆某至今一人，未曾婚配。二爹爹还没重婚，嘿嘿，太好了。说着掏出了一锭小小的银元宝。这是聘礼呀，既然二爹爹要以身相许，我们女方当然要备下聘礼啦。我才出去一会儿的时间，你们三个小崽子就把亲娘给卖了，小兔崽子！还好我回来的及时啊，要不然被卖到深山老林都不知道。没有，我们没有把娘亲亲给卖了，是娘亲亲娶了一个二爹爹，是不是啊，二爹爹？昨夜意识模糊的时候，他还以为是神明听到了他的恨，于是心生怜悯，派了仙女让他起死回生呢。可当他看到云南月的这一刻，他才明白，原来梦中的仙女是真实存在的。二爹爹，我娘亲亲是不是超级漂亮？嫁一走三，绝对不亏哦。云星辰，别以为你长得可爱，老娘就不敢收拾你啊！还有，你们两个小帮凶，等一会儿再收拾你们。想来面前病弱的美男子定是被算计了。公子莫要见怪，童言无忌。在下陆子谦，多谢云夫人救命之恩，陆某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不，唯有重金相谢。陆泽谦是谁呢？他是叶北国首富陆家的嫡长子，可是身世悲惨，父母早亡，从小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富豪家庭长大。数月前行商的途中，遭到家族的阴谋暗算，被信任的堂叔下毒，废去了一身武功，又打落悬崖。大难不死之后，又遇到那三个倒霉鬼。云夫人的救命之恩，陆某该说不说，兄弟你挺惨的呀，又是被下毒，又是被废武功，又是被打落悬崖，又是遇到劫匪，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呀，这不糟蹋人吗？二爹爹不怕，有娘亲亲在，有我们在，明儿咱们就动身去叶北国都城，找那些害你的人报仇，去打掉他们的大门牙。娘亲，陆公子的事情暂且不提，儿子记得
外公的60大寿应该快到了。作为外孙，我们兄妹3人理当给外公准备寿礼尽孝。娘亲，我们去叶北国都城吧。既然三小宝执意要去叶北都城，那便从叶北国开始游玩吧。再说了，5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叶君爵怕是早就忘了我姓甚名谁了。到时候面纱一戴，谁也不爱，顺道去叶北袁家拿原主娘亲的遗物。既然如此，陆公子便随我们一起去都城吧。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我这个人嘛，热心肠。云夫人放心，等到了陆家，陆母定会重金感谢。二爹爹不是以身相许了吗？那陆家的钱钱就是娘亲的钱钱，娘亲的钱钱就是我们的钱钱啦。嘿嘿嘿嘿。半夜时分，几道黑影藏于夜色中，是急速的而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将这陆泽谦斩杀于刀下。陆泽谦呢？不好，中埋伏了！哟，才发觉啊，晚了。你究竟是谁？我是神。好在娘亲亲和大哥料事如神，猜到会有杀手来杀二爹爹。二哥哥也超级厉害的，棒棒的。王爷，这3个孩子下手也忒利落了，一看他们的父母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好玩意儿。将来这3个孩子一定会成为一方祸害的。一定，我用脑袋保证。王爷，这次咱们来灵峰城捉拿叛军首领有功，圣上这一次要给王爷赐婚的女子，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何嫣然呢？退了，告诉圣上，本王心念王妃，其他女子胆敢踏入叶王府半步，杀之。是，卑职领命。贺东不敢有任何的怠慢。虽然王爷退婚的借口用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能吓退被赐婚的女子。娘亲，儿子已经长大了。我也是。害羞什么嘛？你们是娘亲的崽崽，娘亲什么没见过？娘亲亲，我有一个问题，大哥哥、二哥哥和我是怎么来的呀？这个呀，是很多孩子都会问的问题。大多数的父母的回答都是：你是捡的，你是充话费送的，你是从地里刨出来的，你是从河里捞的，你是观音菩萨送的，你是抽奖中的。你们呢，是为娘和黑山老妖血战数百个回合，从万恶的黑山老妖手中救下来的。哇，娘亲亲好棒！以后我们遇上黑山老妖，也要狠狠地揍他，保护娘亲亲。灵峰城夜里寒，王爷要添衣吗？无需，明日启程回京都。或许那个女人已经到了。云南月，你莫要让本王失望啊！王爷，断桥已经修好了，明日便可出发。雨夜寒冷，莫要染了风寒。亲啊，我没那么娇气。小星星睡着了，时间不早了，南月早早休息，明天雨停了还要赶路。嘘，别出声。房顶上有人，带着小星星去另外一个房间，这里我来处理。狗贼，拿命来！我靠，什么？想杀我就算了，怎么还骂人呢？一点职业素质都没有，小心我投诉给你差评！去死吧，狗贼！哼，就算你有神明庇佑，今天也是你的死期，受死吧！一瞬间，惑人的威压骤然而起，无法形容的强大气息，似乎要将这天地间万物全都压制在脚下。情报中不是说陆家大公子陆泽谦身中剧毒，武功尽失吗？为何还这般强大？何人派你们来刺杀本王？本王？等等，你不是陆泽谦，那你是谁？当今摄政王的名讳也是你们配叫的。王爷，他们要杀的陆泽谦，是不是京都首富陆家的嫡长子啊？真是奇了怪了呀！
杀手的目标是陆泽谦，怎么会错将王爷当成了陆家的人啊？狗贼，你图我唐家满门，毁我唐家100年基业。今日，即便是我变成厉鬼，也要将你拉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ちょっと待って，杀手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任务目标了？我是一个已婚丧夫带着3个娃的倾国倾城小妙人，啥时候图了你们唐家满门？你不是狗贼的营爪，莫要骗我。我们已经得知，狗贼就住在清月客栈天子1号房。你不是狗贼的狗还是什么？喂，能不能文明点，素质点？除了狗贼，你还会说别的字吗？还有，睁大你的喘气儿的窟窿眼，听好了，这儿是清月客栈天子2号房，是2号房。就你这文化水平，还想当杀手？1和2都分不清，哼，你2到什么程度了？天字1号房在那边。他觉得自己这个路痴能当杀手，已经是杀手界的奇迹了。没想到穿越到了古代，他竟然看到了白痴也能当杀手。都他妈跟你说多少遍了，老娘的大冤种傻叉相公死了多少年了，骨灰都让人扬了个屁的，还他妈的狗女人的叫着，真当老娘没脾气吗？一个喷嚏是响，2个喷嚏是骂，谁这么胆大包天敢骂王爷呀？看清楚，天字1号房在对面，若是再来烦我，老娘弄死你个小智障。你叫什么名字？喂，小娘们儿，我们家爷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啊？问别人的名字前最好报上自己的姓名。我帮你们清除了麻烦，公子不表示感谢，反而如此态度，不觉得很丧良心吗？哎，你这小娘们还挺横。告诉你，我们家爷可是京都有名的大善人，说出来都怕吓死你。再说了，我们爷也帮你清除了陆家的麻烦，咱们扯平了。那行吧，看在我们互相帮助的份上，咱们之间扯平了。小娘们儿，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家里都有谁，父母是干什么的，家里几头牛几头猪，要不要来我们爷府上做小妾？保准你吃香喝辣，穿金戴银。承蒙大善人抬爱，夫君刚死8年，唯一丧夫带着3个5岁娃娃的寡妇，只想平淡度日，无缘不见。只剩下贺东扒拉着手指头，一脸认真地算计着。夫君死了8年，孩子5岁。王爷，大事不好了，圣上遇刺受伤，还请王爷速速回宫。上好的冰糖葫芦。哇，好繁华呀，好多糖葫芦。娘亲切，我想吃糖葫芦，要最大的那个。不行，你刚早晨吃的糖，不准吃糖葫芦了。娘亲切，娘亲切，人家就吃一串，就真的只吃一串就好了。二爹爹，人家想吃糖葫芦，好想吃，好想吃。好，二爹爹给你买，咱们吃最大最甜的糖葫芦。好耶，二爹爹最好了，超爱二爹爹的。你们敢？二爹爹你不能怂，拿出你的男人本色，告诉我娘亲，今儿这糖葫芦我吃定了。不可，二爹爹也惧内。先停车，我去药铺瞧一瞧。你们4个乖乖等着我，尤其是你，陆泽谦，不准给小星星买糖葫芦吃。早去早回。知道了，娘亲。你放心吧，娘亲亲，我绝对不会吃糖葫芦的。云星辰黝黑的双眼里切切期盼着娘亲赶紧去药铺，这样他就可以拉着二爹爹去买糖葫芦了，并且在娘亲给二爹爹买药回来之前毁尸灭迹。我很快就会出来，你别妄想了。小杂种，敢偷东西，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要打我哥哥，包子还给你们，我不要了，求你们不要再打了。滚你大爷的！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也不瞧瞧你们偷吃的是谁家的饭食。偷盗固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两位又何必下此重手？你他娘的是谁家小娃娃？不滚回去喝奶，管老子闲事儿！信不信老子把你们也扔河里喂鱼？
经一见，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鬼，竟然敢动云家的侍卫，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云家是云年昌的云家吗？正是，这偌大的京都，除了咱们相爷，谁他妈敢姓云？怕了吧？晚了！叶王府马车，尔等速速退去！大胆，胆敢扰了叶王尊驾，找死！不是，叶王饶命，叶王饶命啊！是那两个小子使坏，我才冲撞了王爷的马车。叶王饶命，我是无辜的，是他们暗中出手伤人。他们是刺客，对，他们是派来暗杀王爷的刺客。毕竟从前也是有骨骼惊奇的人冒充过孩子，欲要对王爷行刺。贺东大哥，王爷在外面是不是有私生子呀？像，真像啊！王爷，你看，你就是叶王。叶君爵，正是本王。本王既然告诉了你们名字，礼尚往来，你们也需将名字告知本王才是。江叔叔说的王爷，必定是娘亲口中憎恨的那个名字，也是害得娘亲落入18楼狱的罪魁祸首。我们只是无名小辈而已，不劳烦叶王挂念名字，后会有期。想要为娘亲讨回公道，现在不是最佳时机。娘亲所受的委屈，当儿子的必定会一一讨要回来。我们走，回去晚了，娘亲会担心的。咱们家王爷被俩小崽子给……贺东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自己看到的这幅画面。反之，王爷不仅没有当众宰了这俩小王八犊子祭天，更是少有的耐心询问人家叫什么名字。奇怪，真是奇了怪了呀！你们几个……云星辰小肥手拖着小下巴，晃悠着小脑袋，尤其是看到女儿嘴角边挂着的糖芝麻渣，下不为例。听南岳的，下不为例。上前敬香，1鞠躬，2鞠躬，3鞠躬，家属打理。我可怜又苦命的侄儿啊！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是舍不得你呀！二爷您节哀呀，大公子已经走了，这个家就只能靠您撑着了。您若是哀伤过度，大公子在天之灵也会难过的。泽谦啊，二叔的好侄儿啊，你怎么忍心？你带着二叔一起走吧。这陆家二爷的演技真心不错啊，看得我都跟着伤感起来了。这要是放在21世纪，奥斯卡金棕榈妥妥的呀！大胆，竟敢在大公子的葬礼上笑！来人，将这无知的妇人拉下去乱棍打死！不可以打我娘亲亲，你才是无知妇人呢！我娘亲亲可是能文能武、能打流氓的奇女子。二爹爹，你明明还活着，他们为什么说你死了呀？灵堂中，人们顺着小粉团子的视线看过去，去看他口中所谓的二爹爹。陆泽谦，这不是死了吗？哎妈呀！鬼呀！救命啊！有鬼啊！诈尸了！此时此刻，云南月只能用“鸡飞狗跳”4个字形容眼前的画面。陆泽谦，他不是应该死在灵峰城外吗？他怎么活着回来了？二叔，一定想不到我会活着回来吧？你在说什么胡话？你能回来，二叔高兴还来不及呢。哼，你个坏蛋，你是大坏蛋！你趁着二爹爹行伤，在他身边安插了坏蛋，让坏蛋给二爹爹下毒。要不是我娘亲亲神医盖世，二爹爹早就化作白骨了。二爷是大公子的亲叔叔，才不会做出谋害大公子的事。你个小王八羔子，别信口开河！我才不是什么小王八羔子，我是娘亲亲的宝贝女儿，我也没有信口开河。难道说真是传闻里说的？
陆二爷为了彻底掌控陆家，连同细作杀手土匪，暗中下了黑手，要除掉陆泽谦吗？二叔那么心疼你，怎么会害你呀？定是这中间生了误会。刚才还悲痛不已的脸，一秒喜笑颜开，让众人反应不过来，这态度变得太快了吧？都怪那群下人误报了你的事情，害得二叔还以为你遭了难呢，这才为你办了丧事。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都说了，哭什么哭，回去死了。哼，许是生了误会吧，还要多谢二叔心中挂念。泽谦心中甚是感动。陆泽谦没有继续揭穿陆方远做的好事儿，不是因为他心善，而是要让这陆方远下场更加的悲惨。大哥哥，明明是他下毒谋害二爹爹，二爹爹为什么还要感动呢？陆叔打算请君入瓮，在瓮中捉鳖。原来二爹爹的叔叔是个小王八呀！二爹爹要把大坏蛋做成小王八汤。小兔崽子，到时候老子倒要看看谁先成王八汤。哎呀，这陆家不愧是首富之家，瞧瞧这高床软枕，这玲珑翠玉，哎，瞧瞧这奢华到了极致的一切啊！有钱好，真他娘的好！你们三个就在院子里玩，别乱跑。娘亲去煎药。或许我们找到了害娘亲的人。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叫什么名字啊？人在哪儿？下午娘亲买药的时候，如果一切都如我们所想，叶君爵便是害娘亲入狱的罪魁祸首。大哥哥的意思是说，那个叫叶君爵的大坏蛋就是咱们的渣爹爹。与叶君爵的一个照面，让云岩明白了，那个强大到让人恐惧的男人绝非善类。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一定要为娘亲讨回公道，惩治渣爹。想来是不愿意让叶君爵发现我们的存在，因而做出伤害我们兄妹三人的事情来。王爷，您的毒又发作了吗？王爷，哪来小孩卑职查到了些线索，和陆泽谦有关。你们听到那三个孩子叫大公子二爹爹了吗？这都开口叫爹爹了。啧个屁呀！你还不懂吗？啊！以后那女子就是咱们半个主子了，可得小心伺候着。主子什么主子啊？即便是大公子活着回来，可以二爷的心狠手辣的劲儿啊，这以后陆家真正的主子是谁都不知道呢。要死啊！你不要命了？这话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小心你的脑袋！织女家丁交头接耳，说着陆家那些个糟心烂污的事儿。一路走过来，云南月自是将他们的话全都听到了耳朵里，却懒得说什么。还是那句话，治好了陆泽谦，他们娘四个立刻就走，不做停留。赶紧干了这碗药，我还要回去给崽子们做饭呢。本想着早些去雨楼，没想到却被事情耽搁了。劳烦南月亲自送药。不劳烦，陆大公子花了大价钱请我治病，身为医师，我定是要尽职尽责才是。他记得自己再三说明陆泽谦需要静养，不能太过劳神，可他呢，转头就忘了，脑袋恨不得扎进账本里。今月夜里都城有花卉，不知南月可否赏脸，带着3个宝贝与在家游湖赏月，一切消费由我负责。游湖的事情晚上再议。哦，记住了，这一阶段除了我给的药和食物之外，外人所给的一切都不准沾一滴，懂了吗？我会牢牢记下，辛苦南月了。不辛苦不辛苦啊，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嘛。嘿呦，你们娘亲不在吗？娘亲亲不在，去给二爹爹送药了。哼，那正好，就从他们3个小王八羔子下手查起。小朋友，叔叔这里有一些陵南国特供的糖果，特别的好吃，想不想吃？想吃，我最喜欢吃糖果啦，也从来没吃过陵南国的糖果。那好，小可爱回答叔叔一个问题，叔叔就给你1颗糖果。
好不好啊？叔叔想问什么都可以，可是我能不能先吃一颗糖果呀？尝一尝糖果是不是叔叔说的那么好吃？好，叔叔先给一颗糖。好甜，好好吃。叔叔问你，你娘亲是怎么认识大公子的？大公子的毒解了吗？陆管家过来的目的是要从云南月的口中套出关于陆泽谦是怎么活下来的经过。就算他不说，他也有100种办法让那个女人开口。可是看到3个小兔崽子，陆管家改变了主意。我吃完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糖果。好吧，第2颗糖果给你，你欠了我2个问题。叔叔，要不你把所有的糖果都给我吧，那样我就欠下你好多问题。叔叔可以问关于我娘亲和二爹爹的任何问题哦。你不能骗我吧？骗人的小朋友是要被大灰狼吃掉的。不会呀，我这么可爱的小孩子怎么会骗人的？现在可以回答叔叔的问题了。叔叔问吧。你娘亲怎么遇到大公子的？大公子身体里的毒解了没有？我不知道呀。不知道？你刚才不还说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吗？骗人的孩子是要被大灰狼吃掉的。叔叔只是说问我问题，但我并没有和叔叔保证我知道问题的答案呀。小兔崽子敢耍我！哎呦喂！一阵剧痛从下半身的某一处强烈的袭来。许愿神明保佑南亲亲、大哥哥、二哥哥和二爹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保佑我有吃不完的糖果，保佑炸爹爹明天出门被仙人掌炸到。1愿儿女身体健康，开心快乐；2愿钱多钱多钱多多；3愿神明保佑，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叶君爵。谁的花灯落在这儿了？哎，王爷，怎么还有你的名字呢？1愿儿女身体康健，开心快乐；2愿钱多暴富，暴富钱多；3愿神明保佑，永远不要遇见狗逼叶。贺东急忙刹车，略过君爵2个字。王爷，有人骂你胆大包天，竟然敢骂王爷是狗逼，让我查出来非剁碎了他喂狗。这是都城有名的云冈，南岳尝尝。不用了，我晚上吃的太多了。哇，好漂亮的烟花！娘亲亲，你看，那么大的烟花！哎，小心点，莫要落了水。嘿嘿，娘亲亲放心，我已经不是3、4岁的小孩子了。等走着就撞在一起。好痛！星辰，小星星，妹妹，泽谦哥哥，真的是你吗？泽谦哥哥，我听他们说你出事儿了，还以为你死了呢。看到你活着，真是太好了。泽谦哥哥，你看看我是宁心呢，你的宁心妹妹。我本想着要去陆家找泽谦哥哥的，却被一些事情耽搁了。万幸在这儿看到了泽谦哥哥。可是他的泽谦哥哥呢？那是看都不看他，只顾着那个让人讨厌的野孩子。泽谦哥哥，是不是因为这个野女人使用了狐媚之术迷惑了你的心神，你才没看到我的？怎么了？谁在嚷嚷啊？怎么回事啊？那白衣长衫的俊美公子，不是死而复生的陆家大公子陆泽谦吗？那浅绿长裙的娇小姐，是上官家的上官宁心吧？哎呦，这可是个刁蛮种哎！那蒙面纱的白衣女子是谁啊？哎，等等，都说陆家大公子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蒙面女子，女子带着3个小娃娃，而女娃娃则一口一个二爹爹叫着陆公子。那给女娃娃上药的女子，估摸着就是了。世人皆知，上官家的大小姐上官宁心喜欢陆家大公子陆泽谦，哎呦，更是用了各种手段，将倾慕陆泽谦的女子全都弄死弄残，只为成为陆家大夫人。哎，手段那个残忍呀！哎呦，当家的，你小声点，这要是让他听见，咱们就麻烦了。嘿嘿，这如今呢，
陆泽谦宁肯喜欢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也不愿意呀瞧上官宁心一眼。这上官大小姐的脾气，铁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一会儿有好戏看了。你太过分了！泽谦哥哥，你竟然为了一个野狐狸精吼我！都怪你！要不是你使用妖术迷惑了泽谦哥哥，泽谦哥哥也不会对我这般态度。云言，带着弟弟妹妹进船舱。知道了，娘亲。几乎是一瞬间出现在上官宁心的面前，反手啪啪啪啪，然后咣一脚把他踹到船下。月光下，戴着面纱的白衣女子虽看不清样貌，可那双凤眸中的寒意彻骨，冷得让人心生惧意。你最好祈祷，祈祷我闺女平安无事。说她有任何不适，我会让你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贱女人，你敢打我！你信不信我弄死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挫骨扬灰，永不翻身呐！上官小姐自重，南越是我陆家的上宾，并非你口中的污秽之物。泽谦哥哥，你让开！今天我必须杀了这个野狐狸精贱女人！上官小姐若是听不清楚，本公子再重复一遍：南越是我陆家上宾，谁也动不得一分。若有违之，我陆家将以举足之力将其从世间抹杀。众人皆知陆家大公子性情温柔又善良，真乃世间谦君子第一人。可就是这样温柔的人，都让上官家刁蛮的大小姐惹怒了。可想而知，作为女子的上官宁心是多么的糟糕。我不管，我就是杀了他！把他举到了半空中。陆泽谦，我若是杀了你的宁心妹妹，你可会心疼？南越做什么都无妨，一切有我。泽谦，一股窒息感涌上心来，上官宁心的意识在逐渐的模糊，却还是向着陆泽谦伸出手来求救。3日后，被50万两送到陆府赔罪，过世不候。你们欺人太甚，真当我上官家怕了你们不成？谋杀大小姐又敲诈勒索，我要去告官！何事这般吵闹？敢惊扰了王爷尊驾！一艘皇家大船缓缓地行驶过来，贺东腰挎着大刀，拧着眉怒瞪着2艘船上所有的人。王爷，还请王爷给草民做主，他们陆家欺人太甚，伤了我们家大小姐不说，还要敲诈上官家，请王爷明鉴呐！回王爷，是上官姑娘动手伤人在先，陆某出于自保，不得为之。将人带上船。王爷有令，你抬着那个半死不活的人都上船来。一个上官家告状的嬷嬷，一个陆泽谦，另一个是被他护在身后的云南月。半死不活的，那指的是昏迷中的上官宁心呐。王爷明鉴，我家小姐心地善良，本要关心大公子的安危，可谁知那野狐狸精心神极妒，欲要杀了我家大小姐。回夜王，此事与他人无关，是上官小姐与在下之间的恩怨。你呢？有什么话想说？私自离开18楼狱，说他死了8年，骨灰被扬了，现在更是和旁的男人厮混在一起，辱骂他是狗逼。云南月，本王倒要听听你如何解释。回王爷，你叫本王什么？你的声音很合本王胃口，告诉本王你的名字。回王爷的话，名副叫南越。曾闻北越思南越，可亦如人各一方。是个不错的名字。听口音，你并非叶北国人。是，名父是陵南国的医师，此次来叶北国，便是为大公子瞧病，谁知却被上官姑娘误会了什么。云南月不想和叶君爵继续自己户口本的事儿，
只想尽快了结此事，岔开话题。王爷明鉴，是上官您先伤了民妇的女儿在先，民妇这才迫不得已还手，而且在场许多人亲眼瞧见了。我呸！你恶人先告状，明明是你这个狐狸精伤了我家大小姐，这怎么就变成你是受害者了？再瞧瞧你这骚狐狸样儿，带着3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并不是好东西。来人！王爷，卑职在。上官一族教女无方，伤害无辜，拖出去斩了。糖葫芦，糖果，糖人儿，好甜呀！我留下陪着他们吧，夜里也好有个照应。不用，谁招惹他们，谁倒霉。你回去的路上也小心一些。南月，好吧。你是谁？哦，本王。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帮我捡风筝的本王叔叔。云星辰记得清楚，当日在客栈，这个叔叔接住了他，要不然他就摔大屁墩儿了。本王叔叔，你怎么偷偷来我娘亲的房间呀？本王有难言之隐，你放心，本王不会伤害你。难言之隐？难道说……随即小家伙蹦下床，光着小脚丫嘟嘟嘟跑到衣架，从他的小包包里拿出了一张10两的银票来，折回到床边时拉了拉叶君爵的衣袖，把这银票塞到他手里。我娘亲听说过一文钱憋倒英雄好汉，本王叔叔那么温柔的人，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才做小偷的。那这些钱本王叔叔拿着，答应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偷东西了，好不好呀？望着女儿善良的大眼睛，望着她送来的银票，听着女儿温暖的关切，叶君爵真想现在就把女儿偷回王府。小星星，你在和谁说话呢？没有，我起来嘘嘘，娘亲听错了。本王叔叔，要不快走吧，我娘亲要是知道你来偷东西，一定会把你的屁股打开花的。本王叔叔。叶君爵方才就想问他，为何一直叫他本王叔叔？难道说是他一直以本王自称，所以女儿误会他的名字叫本王吗？本王可否与你娘亲一样叫你小星星？叶君爵等待着云星辰的回答，也期待着女儿的回应。哎呀，本王叔叔快走吧，我娘亲看到你的话，真的会生气的。今日来的匆忙，等到下次见面，父王一定给你买好多的糖果。叶君爵剑眉微微挑起，此时此刻的他感觉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情占据着内心。云南月，你到底还有什么在瞒着本王？你们3个乖乖听话，哪里也不准去。娘亲，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一串糖葫芦吧，好不好嘛？好吃大块的。娘亲路上小心。娘亲放心，儿子会好好的照顾弟弟妹妹们的，不许给人添麻烦，知道吗？南月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人伤了3宝2蛋。不说了，我出发了，趁着天黑前赶回来。云南月要找一株草药，这种草药呢，寻常的药铺是没有的，陆家也没有，必须要用最新鲜的植株入药，也是解开陆泽谦余毒的关键的一味药。而且这株药生长在寺庙的边上，记忆中原主有一次到城外的青云寺上香祈福，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花花草草，这正是他需要的。王爷，陆大公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的3个孩子的双生子，为何与王爷长得如此相像？说是王爷您的儿子，卑职都信。他越琢磨越像，一毛一样。陆泽谦从边境灵风城带回来的女人，他的孩子
和王爷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啊？等等，假设将南越的面纱女人当真是5年前的云南月，5年后逃离18楼狱，带着王爷的3个血脉回来复仇。这，王爷，他要干你！王爷，您这是咋了？他敢用脑袋担保，云南月回到都城的目的就是报复王爷。哼，要不然他为何要隐姓埋名啊？那一定是想找机会杀了王爷，然后说出3个孩子的事儿，给王爷咣重重的一击。青云寺是一座建在都城郊外青云山上的寺庙，依山得名。大雄宝殿，佛像庄严，木鱼声是声声回荡。来啊，茵茵啊，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2位大佬能保佑我3个崽崽平安健康快乐长寿，顺便保佑他们少作妖。双手合十闭着眼睛的云南月并没有察觉到门外那道玄色的身影。来啊，茵茵啊，我刚忘说了，等治好了陆泽谦以后，我们母子4人就离开都城，求2位大佬发发慈悲，别再让我遇到狗逼叶君爵了，这货真他妈麻烦封闭。当年我就摸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扔18楼狱去了。我靠，你说你不爽你摸回来就是了。隔着一道门的门外，叶君爵半倚在门边，将那些芬芳的字眼儿一个不落听到了耳朵里。守株待兔的叶君爵没有等来云南月，他等来了一个光头老和尚。叶王殿下，您怎么在这儿啊？难道说人世间已经没有叶王的对手？他是要来找菩萨干架吗？阿弥陀佛，不可呀！山里风寒，不远处就是老衲的住处。叶王若是不嫌弃，本王在等爱妃上香。王爷是和王妃一起祭香来了吗？老和尚明白了，原来一口一个芬芳骂着叶君爵的面纱女子就是叶王妃呀。可王妃早就从侧门走了，没有告知王爷吗？老和尚告诉叶君爵，云南月背着竹篓上侧山采药去了。一个偏执疯批可欺，一个口吐芬芳可负，2人天生绝配呀。我是一青云寺的周围，背着竹篓的云南月弯着腰，哼着儿歌，到处寻找记忆中的草药。可是找了好一会儿，他也没有见到一株龙鳞鸢尾花。哎，都哪儿去了呀？以前明明记得有来着。阳光下弩箭的箭头泛着黑气，那明显是淬了剧毒的，若是沾到皮肤上，那就是不死也得弯曲一大片腐肉。躲在草丛里的黑衣人是蜂拥而上，直接一刀轰向着云南月的脖颈就砍了下去。大小姐因你而死，你便下去陪她。放心，你那3个野种也会下去找你。哎呀，这好好的远程刺客非要近身贴脸输出，白给。在他们看来，此时此刻的云南月那已经是他刀下亡魂了，即便再说什么那也是遗言。去死吧，狐狸精！就在明晃晃的大刀要落在云南月脖颈之日时，隐藏在暗处的叶君爵准备出手是英雄救美。脆生生的巴掌回荡在山林间，一巴掌打的黑衣人是眼冒金星直懵逼呀。你们讲不讲道理啊？是我杀了上官宁心吗？是叶君爵下的命令，叶王府侍卫动的手，关我屁事儿？怎么着，不敢去叶王府报仇，就把怒火撒到我们孤儿寡母身上了？瞧瞧你们一个个怂瓜蛋的鸟样，有本事去干叶君爵啊！把他脑袋拧下来放上官宁心的墓前，这才叫爷们儿。随着一声声啪啪啪，
不远处，背着双手将一切听在耳朵里的叶君爵剑眉挑起，面色一沉。他救了他，他呢恩将仇报，让上官家的杀手来杀他。杀！别和这女人废话连篇，给大小姐报仇，提着她的人头去领赏。见自家老大被云南月的巴掌扇得不知东南西北，其余的杀手一拥而上。可是奇怪的是，还没等他们走上2-3步呢，身体不由得一软，几个人齐齐倒在地上，只能像一只只蚯蚓拱来拱去。唉，众人这才发现，随着他拍手的动作，竟有那金色的粉末随风飘荡。去见阎王爷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们你们是杀手，丢不起这个人。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云南月牌毒药，不需冷藏，不添加防腐剂，真乃居家旅行杀人必备之良药。客户零差评，亲，哼，有眼无珠，还想杀我这么好的一个绝世小妙人？哪个男人得到我宝贝还来不及呢？哼！解决完不算麻烦的小麻烦，云南月继续采药。暗处将一切尽收眼底的叶君爵看着那来来回回转悠的身影，蹙着的眉头更是凝紧。云南月，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你？叶君爵盯着云南月的背影看了很久，看着他从南面走向北面，又从北面走回南面。这女人不认识路吗？为何会在原地转圈？这个女人她是个路瞎呀，可是她不自知，而生长在东南方向的一棵紫色类似龙鳞形状的小花，正透过阳光树叶孤独的风中摇摆。若是某女人回头走上100米，就能看到她要找的目标了。哎，怎么就没有呢？另一边，陆家听雪楼。二爹爹午安。二爹爹就在院子里，若是醒了，就叫二爹爹。好。等到房门关上后一盏茶的时间，从半掩的窗户，嘿，爬到了外头。而云岩和云叶早已等候多时。以娘亲路痴的程度啊，怕是没有3个时辰回不来。叶王府在北城，我们坐马车抵达北城需要大半个时辰的时间，一来一回足够了。大哥哥，二哥哥，我们走。兄妹3人坐着马车前往叶王府。路上，驾马车的中年男子看仨孩子结伴，心中升起了恶念。这仨小兔崽子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主，这要是绑了换钱儿，那他后半辈子那不是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了吗？只是车夫刚想下手，林星辰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举动。叶君爵虽然是咱们的爹爹，但他对娘亲做的事情太过分了，我一定要打掉他的大门牙。车夫叔叔，你怎么啦？没什么。没什么。蓝色的身影利落的拔剑出鞘，木剑稳准狠，击中了车夫的头顶心。这一剑自然是要不了车夫的命的，但是能给他长长教训。3位少侠，叶王府到了。车夫顶着满脑袋包，乖乖的将他们仨送到了叶王府。等到3小只下了车，那是钱都没要啊，咻，一骑绝尘，驾着马车逃了。战场就在眼前，云星辰也顾不得车夫为啥逃命了，吐出一口小奶气，似乎做足了要和渣爹决一死战的决心。为了给娘亲戚报仇，我们上！站住！叶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我们要找叶王。劳烦侍卫叔叔通报一下，我们找叶王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守门侍卫看了看3小只，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怎么觉得自己见到了缩小版的王爷呢？越看越觉得和王爷相似至极呀。你们3个等一会儿。周岩大哥，你说像不像？我看见他们就跟看见王爷似的。像，那一天我就觉得眼熟。你说他们是王爷的种，我都信。
小娃娃，告诉叔叔，你们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来找王爷？哼，不告诉你们。你们来找王爷，又不告诉我们目的，那我们如何去禀告王爷呢？哼，就不告诉你们。不许笑，不许笑，我生气了。哼，有趣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趣的小孩子。我可是很凶的啊！不行了，我被可爱到了，买糖买糖，快去买糖买糕点。周岩上前就想捏他的脸，蓝色的身影纵身一跃，轰！手中木剑稳稳击中他的手腕。滚！这眼神简直和王爷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小家伙打人挺疼的嘛，师从何门呀？哼，我手中若并非木剑，你早已命丧黄泉。小可爱，你哥哥很猖狂啊！我二哥哥超级厉害的，我要吃那个惨妹妹的糖果。还想吃什么口味的糖果？叔叔喂你。一边去！来看叔给你买了糖葫芦。果然是迷路了。哎呀，可他妈找到你了！老娘找你这个逼玩意儿都找了一上午了。哎呀，万幸找到了就好。看着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叶君爵第 N+1次皱眉。哎呀，要是他没看错，这女人走的不是出路啊，她往着山林的更深处走了。完他妈犊子，又走错地儿了！啊！老天爷啊，你玩我！想我肤白貌美大长腿，文能提笔控江山，武能马上定乾坤，进可欺身压正太，退可提臀应重击。你偏偏给我加了个路痴的人设，我靠！让别人知道了一定不会觉得我是个路痴，一定会认为我是个脑子有毛病的白痴。云南月吐槽着自己，暗中观察着叶君爵，点头赞同。一声惊雷响起呀，万里无云的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密布，看那天色不久将有一场大暴风。果不其然，片刻之后狂风开始呼啸，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倾盆大雨哗的一声从天而降。万幸在湖泊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洞穴，洞穴中还放着干柴和食物，应该是猎人进山打猎临时休息的地方。老娘虽然路痴，但老娘幸运值满满。洞穴中出现了一道身影，戴着面纱的云南月和出现在洞穴里的叶君爵四目相对。云南月周身杀气大开，还没看清对方是人是鬼，也甭管他是神是魔，极具攻击性的一掌拍出去。可是紧随其后的又是第二、第三招袭过来，高大修长的身影更是将云南月牢牢地笼罩在身下。南岳夫人可知刺杀本王的下场？叶君王爷，本王与你不仅无冤无仇，反而有恩在身，可南岳夫人却要将本王置之死地，该当何罪啊？我并未看清是叶王殿下，我以为是哪里闯进来的狗熊。王爷能不能放开手啊？放手？若本王放开手，南岳夫人又想着灭了本王的口，该如何是好啊？我刚才误将王爷当成了狗熊，才下了杀手，还请王爷放手。正当云南月思考着要怎样从他手中脱身时，指尖碰到了云南月光洁的腰身，那一刹那的触碰好像触动了什么开关。5年前一幕幕画面无休止地蹦出来，在云南月的面前。南岳夫人在想什么？没什么，王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打猎。王爷真是好兴致啊！不能生事啊，家里还有3宝在，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做出不可估量的后果来。他妈的！上午刚刚祈求如来观音，莫要让他遇见狗王爷。这才多久，俩人就在这儿遇上了。本王还不知南岳夫人家在何处啊？民妇家在雷南国，是个医师，相公死了8年，娃3个。王爷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哦，南岳夫人的相公是如何离世的？打猎从山上摔下去了，又被车来来回回碾成了片片，被粪叉子插去喂猪了。本王倒是有些同情南岳夫人，以及南岳夫人死去8年的相公。死就死了，就算他还活着，我们母子4人也不想再见到他。为何？孩子是我舍命生下来的，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是我教孩子们识文断字，是我岁岁年年守在崽子们身边。他们那个毫无人性的渣爹，不过是送了几颗种子而已。哼！倘若他们的爹爹活着，想要与我争抢我的孩子，作为母亲，即便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也会保护自己的孩子无忧。只留下叶君爵一个人拧着眉，看着那道身影一遍又一遍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女人，跟紧了本王。不需要。哼，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那至于山洞里的事儿，就当被狗咬了呗。林中甚是危险，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3个孩子考虑啊。劳烦王爷了。虽然说不想和他处在同一个画面，可是再怎么转悠下去，不知何时又会下雨。再咱们久久不见他回来，是要担心的。本王送你回陆家。不劳烦王爷了，我自己开车来的。转过身却发现，呀，原本应该拴在青云寺门前的马不见了，就剩下一套马绳儿。他的玛莎拉蒂呢？看样子南岳夫人还是要劳烦本王了。上车。多谢王爷好意，我自己走回去。直直拽住云南月的手腕，霸道的将他抓了上去。去陆府。是王爷。啥情况？啥情况？啥情况啊？难不成王爷真的看上了个寡妇？王爷和南岳2个人头发凌乱，衣衫凌乱，一看就经历了比较热情似火的动作。我的天哪，孤男寡女2人不会那个了吧？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小娃娃，叔可只用了3成的功力，我只用了1成功力，所以手下败将，你输了。王爷怎么还没回来呀？我也不知道啊，王爷一早就离开了。赶紧去派人找啊！侍卫们可不单单是让小星星蒙住了这么简单，他们也是在拖时间，让王爷赶紧回来认亲。就算这仨孩子真的不是王爷的血脉，那认个干儿子干闺女也是可以的噻。既然王爷不在，我们也不便叨扰了。我也不知道王爷在没在呀。走吧。谢谢叔叔的糖果。来，这些糖果都拿着，以后想吃糖了就来咱们叶王府，吃多少叔叔们给你买多少。叔叔再见。说到吃糖，云星辰是从来不客气，拎着满满一兜子糖果，颠不颠追上俩哥哥。是咱们王爷的女儿该有多好，谁敢欺负小可爱，就算是神明，老子也要拼了命的弄死他。大哥哥，渣爹爹不在家呀，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去叶王府呀？放心，一定有机会的。我向天发誓，方才的一切都是无意为之，若心生半点对王爷不敬之心，我愿意单身50年，哦不，单身100年。回去的路我记得，多谢王爷的恩情，后会无期啊。王爷，都是卑职的错。卑职见那匹马长得俊秀奇异下，没成想那匹马竟然撂蹶子跑了，这才害得王爷和那女人同乘一车，卑职甘愿受罚。贺东以为是因为他手欠要骑马的原因，才导致接下来一系列的事物。回去领赏。是王爷，卑职领赏。为啥呀？回到了陆家听雪楼，虽说走错了几条街，可还是误打误撞成功的回来了。对于一个路痴来说，这相当不容易了。还想着派人去接你，累了吧？小看我，我可是云南月，你的小命还握在我手中呢。喏，吃了。为了我，南月辛苦了。路上可遇到了别的事情？没有啊，挺太平的。哎，崽子们呢？也不见3小只吞金兽出来迎接，平日里小胖墩儿早就跑出来嚷嚷着要吃糖葫芦了。南月走后不久，言儿、叶儿、小星星便睡了午觉，这个时辰应该醒来了。睡午觉？娘亲亲，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我们家小可爱梦到了什么呀？我梦到
娘亲亲、大哥哥还有二哥哥都给我好多好多的糖果吃，还有各种各样口味的冰糖葫芦。但现实呢是很残酷的哦。娘亲亲，你居然没有迷路耶，好棒！娘亲，你当真没有走错路吗？那是当然了，你们娘亲升级了，再也不是从前的路痴娘亲了。王爷，您的3个私生子，不对，是今日下午有3个小孩子来询王爷，其中2个男孩是那日与云家侍卫发生冲突的孩子，还有一个可萌可萌的小女孩，被只用1兜子糖得知小可爱，叫云星辰。继续说。另外2个孩子不知道叫什么，但穿蓝衣服的小男孩把背着给揍了。领赏去吧。啊？他们不是很理解，这赏从何而来啊？因为我把马放跑了。因为我被小孩子揍了一顿。话说这可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王爷不但不罚，还赏。为啥呢？这为点啥呢？王爷，该用膳了。吃着吃着，眼前浮现出白日里洞穴里的一幕，马车里云南月慌乱的眼神，以及脸颊所触的那一抹温热。某王爷嘴角勾勒出一抹非常明显的弧度。自打王爷和寡妇出了山林之后，心情看起来就特别的好。难道说是因为王爷过了5年清心寡欲的生活，被一个寡妇强占后，尝到了各种滋味？刚才书拿到了都没有察觉，现在吃饭还开始走神儿了。哎呦，没想到啊，一个寡妇的魅力竟然能迷惑到王爷。河东，卑职在。去买一些糖，要最好的。是，卑职都敢问王爷，是送哪位大臣吗？送本王的女儿。女儿今天来看他，却让他扑了个空。作为父王，他定是要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糖果登门道歉的。娘亲亲，我明天能不能吃1串糖葫芦？就1串。好，明天只许吃1串糖葫芦。好了，乖乖睡吧。等到确认女儿和儿子睡着了，在房间四周布下静置，飞身一跃，嗖，离开了听雪楼，向着云家奔去。一支箭嗖飞来，叶君爵侧身躲避，更是在落下脚的瞬间停下动作，没有踏在极其细薄的丝线触发开关上。云南月这是在防他吗？本王叔叔，你又来当小偷了吗？可是我没有钱了。不是，这一次本王来给你送糖果。糖果？对，糖果。小星星喜欢吗？喜欢，太喜欢了，谢谢本王叔叔。可是我不能拿，娘亲亲答应我明天买糖葫芦，所以我也答应娘亲亲不吃糖了。虽然嘴上说着不吃，嘴角的口水更是不争气的流下了。你娘亲呢？娘亲去云家了，去找外婆的遗物了。云家？云年昌？就是外公大坏蛋的家。我外公超级坏的，江叔叔说我外公当年把我娘亲嫁给叶君爵那个大坏蛋，还威胁我娘亲亲偷东西，更是要给娘亲亲下毒。本王叔叔，你是不知道，我娘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了，可他们居然为了利益，让我娘亲亲嫁给一个不喜欢的叶君爵大坏蛋，害得我娘亲亲受尽苦楚。而那个大坏蛋还把我娘亲亲扔到了18楼狱，让她自生自灭。殊不知被他一口一个大坏蛋叫着的男人，正是蹲在他面前的本王叔叔。小星星怎么会知道这些？5年前云南月受云年昌所指，嫁入叶王府，并且以自身为毒，让他失去理智，为的就是夺取叶王府的一件宝贝。只是可惜啊，后来计划败露，云南月便想着刺杀他。可也正是因为5年前的剧毒深入体内，导致他头痛剧烈，难以入眠，甚至……我当然知道了呀，要不是因为叶君爵这个渣男爹爹大坏蛋，我娘亲亲也不会在收我们的时候险些出事儿了。如果真的如小星星所说，云南月是被云年昌胁迫下了毒，那当日他百般苦苦哀求也是情有可原。可后来他再醒过来，却以剑相对，下手决绝，又要如何解释呢？叶君爵虽然是我们的爹爹，
但他做出了伤害娘亲的事情，他便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坏蛋。我们要给娘亲亲报仇。所以说，小星星今天去叶王府，便是要找爹爹算账吗？叶君觉这才明白了，原来今日儿子女儿找上门，真正的目的是寻仇的。不是爹爹，是渣男爹爹。小星星，本王想问你一件事情，可好？本王叔叔，你说吧。如果叶君觉也不知当年内情，无意间做出了伤害你娘亲的事情，但在得知一切的真相后，选择弥补，那小星星会原谅他吗？原谅渣男爹爹是佛祖的事情，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渣男爹爹去见佛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潜入云家的云南月没来由打了个寒战，心底莫名的一慌。爹爹放心，我一定会顺利嫁给叶王，并从叶王府拿到爹爹想要的东西，才不会像云南月那种又蠢又笨的女人一样被送到18楼狱。他奶奶的，小绿茶婊，你骂谁又蠢又笨呢？早知道云南月什么也做不成，还被丢进了18楼狱，丢咱们云家的脸。当年我下毒的时候分量就该重一些，让他死了一了百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爹爹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了。爹爹放心，我有信心让叶王爱上我，我也一定会从叶王手里拿到爹爹一直都想要的宝物。至于父女俩口中所谓的宝贝是什么，5年前的云南月不知道，现在他当然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算是明白了，合着5年前那事儿是这对父女联合起来陷害他呀。爹爹，我听旁人说是18楼狱有恶人逃了出来，云南月会不会也在其中逃回了都城啊？云南月已经死在了18楼狱，我们云家只有蕊儿一个大小姐。知道了，爹爹，女儿一定好好孝顺爹爹。不急，等找到原主娘亲的遗物，老娘再送你们云家一份大礼。云南月在房梁上找到了一把蒙着厚厚灰的钥匙，以及一封泛黄的书信。可就在云南月拿到钥匙的时候，一道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你是何人？沙哑的声音就像是冰冷的蛇在你身上爬似的。云南月一个回踢，红衣身影化掌为刀，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红衣男子伸手的时候，对上云南月眼眸的一瞬间，招式忽然间僵硬在半空中。苏月儿，不，你不是苏月儿，你真是我娘亲？你是南月，云南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娘正是。在云南月自报家门之后，一口鲜血喷出。我靠，至于吗？我名字有这么吓人吗？没想到你真的活着回来了。大哥，您要不先顺顺气场吗？云南月扶着红衣男子坐在破旧的木床上，给他诊了诊脉，而且男人的脉象亦是绵软无力，半点没有生气。云南月，你是苏月儿的女儿啊？我知道啊，我不是我娘亲的女儿，我还能是谁的女儿啊？我的意思是苏月儿的。我先给你施针，你安稳的睡上一觉，3日后我会再来。施了针，红衣男子抵不住困意，安稳的睡过去。云南月悄悄离开破旧的宅院，但是他说过会给云家一份大礼的。顷刻间，这火势越来越大，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噼里啪啦烧了起来，一直到半个夜空都被照得透亮。哎呀，走水了，救火呀！快，救火！快快快，这边！已经是夜晚入睡的时段，云府那叫一个热闹。今天烧你们云家一半房子，3天后再来补齐另一半，回见。云南月。休要胡说！爹爹，女儿真的没有胡说，确实是云南月，她真的回来了。他笃定，他就是看见了消失5年的云南月，他绝不会看错。那个贱女人，她真的回来了。云南月向着陆家继续前进，
问题出现了，因为他明明记得回去的时候的街道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这怎么出现一左一右的分叉嘞？点点点红点，红点绿，狗放屁，就你了。既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而是这里。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来了几个朋友谈生意，回来的时候正巧看到了南月一个人。倒是南月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出来？啊，我来祭拜个熟人，是不出来就迷路了。雨季夜里凉，以后莫要再一个人出来了，很危险。一起回陆府。好嘞，那就多谢陆公子了。下次若是想出来，寻我一声便是。南月方才要走的那条路通往叶王府。另一边，本王叔叔，怎么了？你说渣男爹爹为什么要伤害我娘亲亲呀？我娘亲亲是天下间最好的女子，虽然她喝完酒后会耍酒疯，打架从来不讲武德，还总是会迷路，但是我娘亲亲武功好，医术高，厨艺棒。等见到叶娟娟那个大渣男爹爹，我一定要打掉他的大门牙。小星星不是要送他去见佛祖吗？怎么又要打他的门牙？那就先打掉他的大门牙，然后再送渣男爹爹见佛祖。云星辰聊着聊着，香香的睡过去。乖，父王一定会补偿你们。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记住了，明天早晨什么都不可以吃。好，麻烦南月了。陆泽谦的话语，这让屋子里的某王爷脸色有些臭，脸上的表情像极了一个丈夫抓到妻子出轨的证据，十分的不高兴。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陆大公子可是出了高价钱，我作为医师，当然要亲自熬药送货上门啦。南月也早一些休息，明日下午我们去百宝楼，听说那里会拍卖一些珍奇的药材。成。哎呀，我还真有点困了。哎呀，明儿见，晚安。百宝楼，无端端的，哪个不长眼的祖宗又招惹王爷不高兴了？造成王爷不开心的原因是那小寡妇和陆家公子走得太近了。在贺东的心里，小寡妇已经成为云南月的代名词了。王爷的口味越来越刁了，不仅对一个小寡妇产生了异样的兴趣，还想着给小寡妇的3个孩子当爹。王爷要不要卑职把小寡妇，把南岳夫人叫过来陪您？聒噪！小星星，不准再吃糖了。二爹爹，娘亲好羞羞啊！我就是想吃一块糖果，就这么一块，娘亲亲也不许。好，二爹爹准了，咱们就吃1颗糖，最后1颗糖，好不好？好耶！二爹爹对我最好了，我超喜欢二爹爹的。云南月一个眼神，就让头顶的陆泽谦瞬间叛变。二爹爹想了想，你娘亲的话不无道理，吃多了糖对牙齿不好，咱们不吃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二爹爹，你是男子汉，不能怂了娘亲亲。哦，那云星辰小朋友，你来告诉为娘，你是怎么打算又蒸馒头又蒸气呢？当然是听我们倾国倾城，能文能武，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打得了流氓的绝世小妙人。娘亲亲的话啦，不让吃糖就不吃，爱娘亲亲哟！比心比心，发射爱心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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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娘亲亲，我去看大哥哥和二哥哥下棋啦！我听说呀，那个白衣面纱的女子就是大公子带回来的女人，还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呢。啊？怎么可以？我们大公子一表人才，寡妇怎么能配得上他？一定是那个寡妇用了特殊的狐媚手段，才迷住了大公子的心。姐妹们，咱们一定要把大公子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你的粉丝团要把你从地狱中解救出来呢。能将我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唯有南岳一人。诸位客官，这一株阴阳草便是百宝楼拍卖的最后一件宝贝，底价依旧是500两，无上限。1万两，10万两，20万两，50万，70万。王爷呀，您是不是钱多没地方花了呀？咱们叶王府不是有阴阳草吗？为啥还要花钱拍下阴阳草呢？卑职还是不理解呢。120万，140万。陆泽谦，别加价了，阴阳草只是解你余毒的催化剂而已，而非必需品。好，我听南岳的，
最终，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王爷以300万两买下了这一次拍卖会压轴的物品。我操，这还自带特效啊！看着1楼高台上升起的烟雾，仿佛行走在云端呢。云南月不禁感叹着古代舞美道具的厉害之处。南月，我一直想问，这卧槽是何意啊？二爹爹，当我娘亲带着怒意说卧槽的时候，就是要干掉对方；若是带着疑问说卧槽，就是表示不解；感叹的说卧槽，就是表示惊奇惊讶；若是挑着眉说卧槽，就代表不服、挑衅、鄙视等等的意思。还有更多的意思，就等着二爹爹自己切身去体会啦。嘿嘿，5两银子减收费，谢谢二爹爹。陆泽谦也不含糊，将1沓银票放在小云星辰的手上。二爹爹好人一生平安，我超级爱二爹爹的。陆大公子好人一生平安，恭喜发财。怎么办？我今天带来的钱都给了小星星，若不然把我给你，可喜欢？当听到陆泽谦那句把我给你的话时，某王爷脸一沉，一巴掌拍碎了桌子。京都环妃艳寿啥样的美女没有？就拿圣上赐婚的何家大小姐何嫣然来说，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挑有挑，最主要的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更主要的是，就算知道外界传闻王爷不近女色的种种流言蜚语，何嫣然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加入叶王府。若是王爷想要娶小寡妇的话，那何嫣然要以什么身份加入叶王府呢？正王妃、侧王妃，还是妾室姨娘？这王爷总不能让一小寡妇当咱们叶王府的当家主母吧？南月可知这浮生三梦讲的是什么故事？浮生三梦，一梦前世求不得，二梦今生爱别离，三梦未来不可知。求不得，爱别离，不可知。人生8苦占了2苦。人生8苦？人生8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所以啊，人呢就是要看得开，平平凡凡，开开心心过一生多好啊！别总去惦记一些不切实际的虚妄。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南月言之有理。哎，话说，像这种大剧团写剧本很挣钱吧？南月方才不是说到无欲无求，平淡一生方为真谛吗？为何转念就变得这般市侩，判若两人？陆公子误会了，我就是个庸俗的人，很庸很俗。他也要吃饭的好吧，要养娃的，要给娃攒聘礼攒嫁妆的，多一个副业就多挣1分钱，单身宝妈的苦都在心里了。南月若是喜欢写剧本的话，我正巧与青玉班班主相识，便为南月问上一问。我什么都会写，像什么修仙飞升废材爽文，家庭婆媳伦理文，男女情感狗血文，智障小甜文，毕业论文我也手到擒来啊！没想到啊，前世的小爱好竟然能成为今生赚钱的财路之一。娘亲亲，我想去嘘嘘。走，我们去嘘嘘。云言云夜，你们去吗？娘亲带着妹妹去就好，我和小叶就不劳烦娘亲了。南月放心便是，言儿和叶儿我会照顾好。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小绣球，稳稳地落在云南月的怀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欢迎2位幸运儿登台。原来在云南月和云星辰母子俩去茅厕的这段时间，惯例的中场休息，并且举办幸运儿活动，谁接到了绣球，你就得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就能得到7国限量版糖果套装。娘亲亲，我们上。等等，云星辰。大家好，我叫云星辰，这是我最漂亮的娘亲亲。接下来由我和娘亲亲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小毛鱼。娘亲亲，我们一起唱。我有一只小毛鱼，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亮一身泥。我有一只小毛鱼，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
我手里拿只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嘿嘿，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亮一身泥。嘿嘿嘿，好嘛，愣是把儿歌开成演唱会。哎呀，真不愧是个云南月的闺女儿。这是谁家可爱的女娃娃？也不知道定没定亲。我家那个臭孙子能配得上人家吗？娃娃呀，爷爷家有个小孙儿，长得那叫一个好看。你要是喜欢的话，爷爷拉来给你瞧瞧。爷爷，为什么要把你的孙孙拉上来给我瞧瞧？我不认识你的孙孙呀。不认识不要紧，见上一面就认识了。小娃娃要是喜欢爷爷的孙儿啊，爷爷把孙儿一并送给你，可好啊？舍不得孙子套不着小女娃，为了和第一次见面的小可爱定亲，连自家亲孙子都豁得出去啊！不要了，我已经有糖啦，谢谢爷爷。站在一旁的云南月憋不住笑，女儿长得太可爱，也是一种麻烦。看着渐渐消失在视线里的陆家马车，贺东又是唐僧附体。小寡妇出手够狠的呀！青玉般的台柱子被小寡妇一摔，怕是至少要躺个10天半个月。该说不说，小寡妇出手恶毒，可她女儿真的可爱到没脾气啊！那时就没见过这么又可爱又漂亮的小娃娃。将阴阳草送去陆府。花300万真金白银从陆泽谦的手里抢来那些阴阳草，那为什么要送去陆家呀？王爷，当真要送去陆家吗？用什么身份送呢？是以看上小寡妇的叶王的身份送阴阳草，还是以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的身份呢？等到陆泽谦和云南月母子4人回到陆府听雪楼时，娘亲亲，是阴阳草耶！不是本王叔叔买走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是怎么个情况？朕就只有你一个亲叔叔了。父皇去世的时候，朕答应他要让九皇叔您平安幸福，多子多孙。您看人宁王、禹王、黎王、王妃、侧妃不说，小妾都3、5成群。再看看您，外界已经流言蜚语了，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叔被肆意造谣。这样吧，何将军这门亲事你暂且接下，挡了断袖的风头再说，可好？要说这叶天辰，那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皇帝呀。在他的治理下，叶北国百姓富足，生活安泰，所做下的功绩更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太平盛世。您是朕的亲叔叔，朕怎么能害你？九皇叔，你就听朕这一回吧。圣上说完了吗？你怎么可以吼朕？你是朕的亲叔叔啊！朕兢兢业业，朕爱戴子民，朕不吃不喝批阅奏折，朕百忙之中解决你的人生大事。可朕的九皇叔却是这般惨无人道地对待朕。父皇母后，朕答应你们的事情没有做到，朕100年之后无颜面对你们，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啊！叶天辰，你若是再这么作下去，本王保证以后便再也不会踏足皇宫半步。九皇叔，您一点也不幽默。朕将何家千金赐婚给您，一方面是让九皇叔您把持何家的兵权，一方面也是看您一个人孤单寂寞，您就不能学另外3个王爷，多娶几房妾室，多生几个孩子。而且何家千金是京都多少男儿郎追求不得的女子，你若是何家兵权的问题，本王会替你解决。娶妻生子这件事情，用不着皇上担忧。本王有妻1人，且儿女双全。若是娶了何家何嫣然，等等，九皇叔，你刚才说什么？谁家的女儿？姓甚名谁？何时生的孩子？云相府嫡女云南月。 5年前要刺杀你的云家女子，她不是被你丢到18楼狱了吗？回来了，带着本王的子嗣回了京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从18楼狱活着出来，皇叔，不是朕碎嘴子挑事儿，你确定从18楼狱回来的是云南月吗？18楼狱是什么地方？那是世人皆知的，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飞过去，也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可是叶君爵口中所说的，这云南月不但活着回来了，还笃定他带回3个孩子是叶家的血脉。哎呀，这事儿可马虎不得呀！陆家，一道道黑衣身影潜入听雪楼。人呢？根据可靠的情报，云南月和他的3个孩子就是住在这儿的。仔细搜。你们是什么人？为何闯入听雪楼？ 2道小小的身影出现在黑衣人的视线里，
虚弱至极的黑衣人循声费力地抬头去看，只见来者是2个5、6岁的小男孩。黑衣人满心满眼都是疑问呐，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中的毒。你们2个黄口小儿，在我们身上下了什么毒？小叶，你太急躁了。只听砰的一声，炸裂声响起，一道又一道浓烈的烟雾弥漫开来，模糊了视线。待到烟雾消散，这四周哪还有黑衣人呢？不准走！你们骂谁小兔崽子胡萝卜精呢？来和我单挑呀！哼，气死我了，好生气，好生气！伤到了没有？娘亲放心，屋子周围有禁制，那些黑衣人踏入房间之时就中了毒，伤不了我们。得到消息的陆泽谦赶到听雪楼。放心，我会追查黑衣人的下落。二爹爹，我和你说呀，这些人太过分了！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他们竟然……不行，这笔账我一定要记下来。一个没有风、没有月亮的夜晚，在听雪楼，一群大坏蛋骂可爱的云星辰是小兔崽子萝卜精。娘亲，萝卜精的精怎么写呀？这是他忘了，小本本记仇呢。云南月解释着女儿的举动，每当小家伙生大气又怕忘记的时候，就会将发生的仇啊怨呐都记下了，到时候再翻旧账。此时的皇宫被派去陆家绑架云南月母子4人的黑衣人单膝跪地，等着责罚。卑职办事不力，甘愿受死。他们堂堂7国4大护卫之首的黑羽卫，竟然被2个5岁大的孩子给摆了一道，更是让一个娘们儿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要不是命大，怕是小命都得交代了。下去吧，好好养伤。云南月，九皇叔的女人，有意思。心下牵挂着母女4人的叶君珏踏入听雪楼之时，却没有看到云南月和3只小宝宝。卑职不明白是什么人想要动小寡妇和她的3个孩子呢？小寡妇他们母子4人得罪谁了？是情杀、仇杀还是财杀？不知九皇叔驾到，陆某有事远迎。人呢？何人？陆某不知九皇叔在说什么。陆泽谦，云南月是本王的妃，看在南月为你医毒的份上，本王暂且不追究你庞杂的心思。陆某斗胆，有一句话想问问九皇叔。5年前您将南月亲手送到18楼狱，如今又悄无声息的接近，陆某不明九皇叔是想再续前缘，还是要将南月母子4人重新打入18楼狱？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定然不会让云南月再一次跳入火坑。还请九皇叔恕罪，陆某是以南月挚友3个孩子二爹爹的身份想问上一问。陆公子是否是南月的挚友，本王并不在乎，但本王是云南月的相公，是3个孩子的父王。陆公子心里比谁都清楚，即便本王的女儿叫你一声二爹爹，你终究也只能是二爹爹。磁性的话音落下，没有见到母女4人的叶君珏离开了这儿。跟在身后的贺东是既震惊又惊吓。王爷，陆小三既然知道云南月的身份，那上次百宝楼还有上次上官宁心的事情都是他故意的。1天之内，本王要知道黑衣人的信息。是，王爷你放心，感动咱们叶王府的宝贝疙瘩们，弄不死他。二爹爹，云南月，你竟然敢让本王的女儿叫别人爹爹。另一边，陆家听雪楼。二爹爹，你看我娘亲买的小铃铛好看吗？好看，我们家小星星是天下最可爱的孩子，戴什么样的花花都好看。别傻笑了，大宝带着弟弟妹妹去洗手，一会儿吃饭了。好。此时云南月拿出1沓银票送还给陆泽谦。我虽然贪财，但花的都是心安理得的钱。不仅仅是手里的这些钱，还有百宝楼陆泽谦给云星辰的那1沓银票也一并还给他。南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更不能收你的钱了。等我医治好你身体里的余毒，你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拒绝的。云南月的用意，陆泽谦当然明白，他不想欠他的，也是再一次拒绝他的好意。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叶君珏吗？是夜，云南月哄着孩子们入睡之后，拜托陆泽谦照顾3宝。他和药铺的老板约定了，晚上去拿几株药草。我派人去拿就是了。夜深了，你又记不得路。记得，放心，药铺和陆家我还是记得的。您拿好，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些药草是从我手里买的，您可记住了呀。
这要是让别人发现四株药草的存在，单单一颗龙蛇花儿都能让他蹲10年大牢了。只是这药用价值它太大了，药劲儿也大，用不好就会让人撒手人寰，所以京都禁止出售此类的药草。你们想干什么？阴天暗月下，别逼我对你们劫财劫色，不对，别逼我对你们动手动脚。也不是啊，别逼我对你们不怀好意。黑衣人不是别人，正是奉命来抓云南月黑羽卫第2小队的队员。绑起来！等等，各位英雄好汉，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是谁要抓我啊？哎呦，不要抓我好不好嘛？你没有必要知晓，等你。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生死不知，一断子绝孙腿送上。喂，教你们一个常识，千万别轻易相信女人的话，尤其是一个像我这么漂亮的女生的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既然主动送上门来，我便不客气了。小哥哥，告诉我幕后凶手是谁，我可以让你活。毒妇，不愧是叶君爵的女人，如你这般阴毒的女人，死后定入恶逼地狱。我从地狱而来，又何惧再下地狱？活着不好吗？偏偏触及了我的逆鳞，那抱歉了。一支支箭弩从黑暗中射出，那如雨点般密集的弩箭向着云南月急射而至。一匹骏马咯哒咯哒咯哒从黑夜中冲了出来。骑着马的男人一手勒着缰绳，一手揽着云南月的腰，将其抱在怀中，又策马飞去。不用追了，九皇叔，你曾说过，人一旦有了弱点，就是他的死期。朕好像发现了你的弱点，你又欠了本王一个人情。砰的一声，云南月这才清楚地发现2支弩箭深深地扎入他的后背。王爷，王爷，您这是怎么了？快找义士！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王爷若是有任何闪失，叶王府与你不死不休。叶君爵为什么要救我？叶王府内，大人饶命啊！弩箭伤得太深，而且箭头上有刀刺，若是强行拔剑，定会伤及内脏。小老儿医术浅薄，不敢，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呀！你再说一次！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此时一道本该离去的白色身影踏入房中，他无视贺东等人凶狠的目光，径直向着血床走去。你做什么？老先生，麻烦您帮我打下手。跟动王爷一下试试。想让叶君爵死的话，你们继续在这里嚎；不想让他死，所有人滚出房间。姑娘，当真有法子医治王爷？姑娘要怎么做？麻烦老先生了。姑娘，王爷现在喝不下去任何药草。只见云南月撩开面纱，将水杯中的药水含在嘴里，玉手捏住他们家王爷的下巴，竟然嘴对嘴的将药水灌入了王爷的嘴里。药效开始发作，屏蔽了五感和痛觉。云南月却没有拔剑，反倒是将弩箭往叶君爵的身体里推，直至整个箭头穿透了皮肤。云南月，你竟敢伤了王爷，我杀了你！东哥，这娘们儿要加害王爷。他在救王爷。贺东不懂医术，但是他明白云南月现在的做法看似加重了伤口，可实际上是救治王爷最好的办法，把伤害降到最低。我行了一半辈子，从未见过姑娘这般行云流水的缝合阵法。姑娘年纪轻轻就有这般医术造诣，小老儿佩服。是九皇说吉人自有天相，2支弩箭避开了要害，我的医术不敢在老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叶君爵，你我之间恩怨已了，咱们谁也不欠谁了。洗干净染血的手，云南月看了一眼床上已无大碍的叶君爵，转身要离开叶王府。走，王爷因为你受的伤，你想走哪里去？我想走，你们拦得住？你叫什么名字？河东，你问我名字做啥？小寡妇，我警告你，王爷因为你受伤，你理当照顾王爷无忧，别以为你把王爷睡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对我们吆五喝六指手画脚。
你睡了王爷，惊得叶王府侍卫们瞬间是目瞪口呆，表情说不出的惊愕，甚至是惊吓。怪不得武功卓绝的王爷会因为这小寡妇受伤呢。我什么时候睡了叶君爵？你什么时候睡了王爷？你自己心里明白，别想着提起裤子就不认人。总之王爷因你受伤，于情于理于法，你都得照顾王爷。来，你走近点，咱俩好好唠唠。我不，凭啥你让我走近点我就走近点？我是叶王府的侍卫，又不是你的侍卫。王爷不醒过来，云南月不可以踏出叶王府半步。姑娘，您要不先别吵了，还是来看看王爷吧。王爷他吐血了。你们几个在这等着，谁也别走，一会儿给我说清楚。